今天我们将深入解读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每周市场监测报告，发布日期是2025年8月18日。本周的核心主题，我们可以用报告的第2页的标题来概括，那就是杰森后会议前的压力。上个星期，强劲的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给市场带来了不小的震动，通胀担忧再次抬头。这将让即将召开的全球央行年会杰森后会议备受关注，市场正在屏息以待，想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中寻找未来利率政策的蛛丝马迹，黄金市场因此承压。但与此同时，一些关键的技术形态和宏观驱动因素仍在为黄金的长期前景提供支撑。接下来让我们一页一页的深入分析这份报告，看看黄金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未来又将如何走。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首先让我们翻到报告的第3页，标题是所有有关黄金的信息。上个星期黄金价格有所回落，伦敦金银市场协会的午后定价盘收于每盎司 3335.5 美元，单周下跌了 1.7%。 但是请注意，即便有所回调，从年初至今黄金的累计回报率依然高达 28%， 表现非常抢眼。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上周金价的下跌呢？报告中指出，由于一系列的事件，比如瑞士金条关税豁免、中美贸易休战延长等等，市场的避险情绪有所降温，这自然削弱了黄金的吸引力。然而另外一方面，由于美国通胀数据低于预期，市场对美联储降息压注有所增加，这又为金价提供了一定的支撑。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3页右侧的图表。第一张图是全球黄金 ETF 需求，我们可以看到代表本周的深蓝色的柱体在全球范围内略有增加，这表明尽管金价下跌，但仍然有资金流入黄金 ETF。 再看一下下面的一张图， COMEX 和上海期货交易所净多头头寸。这张图表显示 COMEX 基金经理净多头头寸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前20名净多头的头寸在本周都有所减少，这说明在期货市场上，一些投机性的多头交易者选择获利了结，或者减少了看涨压注。为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些资金流动的细节，我们来看一下第18页每周 ETF 流量表格。数据显示，截至8月15日当周，全球黄金 ETF 总流入 9.467 亿美元，对应大约 8.7 吨黄金。其中北美和欧洲是主要的流入地区，而亚洲则出现了小幅流出。这再次印证了，尽管期货市场情绪谨慎，但长线配置的 ETF 投资者依然在增持黄金。我们再看看期货市场的详细情况。报告的第10页图表 COMEX 持仓情况，这张图表清晰地展示了 COMEX 黄金期货的持仓结构。紫色的部分代表基金经理净多头，蓝绿色的部分代表其他报告类的净多头。截至8月12日，基金经理的净多头头寸为 479.7 吨，总净多头头寸为 685.97 吨。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于前几周，多头头寸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为了全面了解上周金价下跌 1.83% 的背后驱动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图表。在报告的第11页，黄金回报归因模型 GRAM 将黄金回报分解为几个关键因素。请看最右侧代表8月15日那个星期的柱状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最大的负面影响来自于风险与不确定性，贡献了负 0.84 的跌幅，这与我们前面提到的避险情绪降温相符。
同时动量因素也贡献了负 0.19 的负面影响，而经济扩张和利率、外汇等因素影响较小。这个模型告诉我们，上周金价下跌主要不是因为基本面恶化，而是市场短期风险偏好的变化。了解了基本面和资金面的情况后，我们来看一下技术上黄金处于什么位置。报告的第6页，黄金技术分析当中，这里的标题非常明确，黄金仍未能突破横盘区间。我们来看一下现货这张黄金的周线图，图表显示黄金价格自4月底以来一直被压制在一个宽幅的横盘整理区间之内，上方的阻力非常明显，分别是6月和7月的高点，大约在3451美元和3439美元。只要价格不能有效突破这个区域，市场就会继续处于这种盘整状态。报告中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形态，那就是一个潜在的三角形整理形态。这是一种典型的趋势延续形态。如果金价能够成功向上突破3451美元的阻力位，那么这个形态就宣告成立，意味着黄金将恢复其长期的核心上涨趋势。下一个目标将是挑战3500美元的历史高点。那么下方的支撑在哪呢？初步支撑是在3330美元附近，更关键的支撑位则在3268美元。如果跌破这里，市场可能会进一步回撤，去测试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支撑，也就是从去年11月底的低点到今年5月的高点，这一波上涨趋势 38.2% 的费波纳契回撤会。这里大概是3121到3132美元区间。为了判断金价突破的方向，我们必须分析它的核心驱动因素。报告的第12页图表是美元指数的月线图。美元指数上周收出了一根负向吞噬周线，并且仍然受阻于55日均线 98.21 下方。这加强了一种观点，也就是美元中期趋势依然偏向走弱。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美元走弱对美元计价的黄金是利好的。另外一个关键驱动因素就是实际收益率。报告的第13页图表是10年期美国实际收益率周线图。10年期美国实际收益率与黄金价格呈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实际收益率越低，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越小，金价就更容易上涨。图表显示，实际收益率近期虽然有所回弹，但仍然被压制在 2.065% 的7月高点之下。只要实际收益率无法有效走高，对黄金的宏观环境就依然是有利的。总结下技术面，黄金短期处于关键的盘整区间，面临的方向的选择。上方面临着3451美元强阻力，下方3268美元是关键支撑。而美元和实际收益率这两个核心驱动因素在中期前景对于黄金最终向上突破提供了潜在的支撑。了解了现状，我们更要着眼未来。接下来这个星期，市场将迎来多个重磅事件。报告的第5页是未来1周的展望。在这里值得关注的事件这个栏目当中，报告为我们列出了3大焦点。第一是周三公布的7月份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的会议纪要，投资者将从中仔细研读美联储对通胀和关税的影响的评估，以及委员们对政策倾向是偏鹰派还是偏鸽派。第二，也是本周的重中之重，就是从周4持续到周6的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将成为全球市场的焦点，他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未来政策路径的预期，从而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第三，在周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会见泽连斯基，这一事件可能会对地缘政治风险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市场的避险情绪和黄金的需求。
除了美国，欧洲方面周三的英国7月份 CPI 数据同样值得关注。亚洲方面，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以及日本周五公布的7月份 CPI 数据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可以说，未来这一个星期将是数据和事件密集的一周，市场波动性可能会显著增加。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市场解读。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投资决策有所帮助，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的深度分析了。对于即将到来的杰森后会议，你有什么期待呢？你认为鲍威尔会释放鹰派还是鸽派的信号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